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视频是关于《鬼灭之刃》的杂谈，麒麟收集了一些很多小伙伴都不太了解的鬼灭小秘密，在视频的最后也解答了很多没有纳入的其他问题，并且以后每个新坑麒麟都会出这样一个环节，如有发现错误或不同观点，也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告诉麒麟哦。另外，以下内容含有剧透，酌情观看。为什么善逸睡着就能变强？实际上并不是善逸睡着才变强的，而是他本身实力就是这么强，只是因为他胆怯消极的性格以及对自己毫无信心，所以只有在他睡着的时候才能摆脱这些束缚，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。而在久住集训期间，得知自己的师傅因为师兄变成鬼而剖腹切罪，他才不再懦弱胆怯，因为他要亲手替师傅清理门户。结论：善逸是由于性格问题才导致只有睡着才能发挥本来的实力，后来因为师傅的逝世才改掉了这个习惯。斑纹是什么？问的最多且不太好回答的问题，那就是斑纹了。能问的斑纹肯定就是有了解过漫画或被弹幕剧透过的。实际上斑纹在设定上就像是打了兴奋剂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力量、速度、反应等技能，也像传染病一样，一旦有人开启了斑纹，身边的人就会被传染，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斑纹。同样，开启斑纹也是在透支自身的生命力，所以一般开启斑纹的人都活不过25岁。但有一个人却例外，那就是日之呼吸的使用者纪国元一，并且他天生就拥有斑纹，同样也是第一个觉醒斑纹的人。另外，斑纹的形状特征也和呼吸法有着紧密的联系。现阶段开启斑纹的炭治郎拥有着同元一一样的火焰斑纹，岩柱则是岩裂纹，风柱则是风车纹，还有水柱的水波纹，霞柱的云霞纹，炼柱的爱心纹。结论：斑纹是一种透支生命、强化身体机能，像鬼纹一样的花纹，其形状与呼吸法相关。日轮刀为什么那么脆弱？众所周知，炭治郎的日轮刀异常的脆弱，以至于被戏称塑料刀，而一贯的热血番都少不了神器加成。本来麒麟在看到动画第5集，炭治郎凭借自己的神笔，很自信的挑选了一块本以为会不一样的玉钢，本身这玉钢看起来也像个天外陨石啥的，并且还很高能的会随主人的特性变色。结果没过几集，在那田蜘蛛山篇里，这看似神器的日轮刀竟然被蛛丝给切断了，并且之后的新刀又被炭治郎丢的丢，断的断。那么为什么日轮刀这么脆弱呢？实际上，那块看似天外陨石的玉钢只是一块吸收了太阳光的矿石，其本身只是专门用来斩鬼的，硬度并不算很强。其次，在不同人手中使用也会不一样。炭治郎的刀经常断，是因为他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呼吸法。另外，日本刀这种东西本身刀身就很脆弱，如果从侧面发起攻击，很容易就会折断。这里将岩柱那坚不可摧的锁链武器进行对比，就能看出来。结论：材质脆弱，并且炭治郎还不能熟练掌握呼吸法，再加上日本刀的特性，所以日轮刀看似很脆弱。鬼灭为什么剧情节奏开火箭连设定都丢掉了？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能看出来，鬼灭里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分，只能大致看出鬼杀队里柱最强，其次是主角团，剩下的都是些杂鱼。但实际上鬼灭设定里鬼杀队是有等级制度的，分别为柱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共11个等级，而刚通过考核的炭治郎几人为最底层的鬼级。直到吉原花街篇里，几人成功升级为庚级，再到修炼篇时，主角团几人虽然明面上没有标明等级，但实际上已经有了接近柱的实力。再到决战里，炭治郎几人已经有了柱的实力。可这一路走来，身边的鬼杀队其他成员都是些一碰就死的杂鱼，所以这等级制度完全形同虚设，并且在剧情里，无惨甚至处理了所有下线鬼，让主角团直接和上线鬼开干。而导致这样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鳄鱼老师在创作鬼灭的初期，鬼灭险些遭到腰斩。在面对少年 Jump 上连载的各种漫画，要么节奏超快，一看就停不下来，要么就是老牌经典大作。鬼灭作为慢热型的热血少年漫，要想成功度过前期，就必须强行加快节奏，所以才导致了等级制度等设定的崩塌。不然真得一集一集的升上来，那还没到高潮就会被下架了。而真正让鬼灭成功站住脚步的，便是那田蜘蛛山篇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封神记19集的到来，才让鬼灭迅速崛起，直接荣登 Jump 新生代4天王之一，并各种销量爆炸。所以归根结底，剧情节奏开火箭也是成就鬼灭的必要因素之一。如果剧情没有这么快进入高潮部分，或许鬼灭之刃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大家眼前。结论：为了顺应漫画产业的快节奏，鬼灭不得已加快剧情，以保全连载机会，所以这也算是成就鬼灭的必要因素之一。师兄义勇为什么和其他柱关系不太好？
那当然是因为嘴欠了。但实际上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里，义勇那看似在吐槽的话，实则是他非常正经的在说。例如在九柱会议里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，你们聊就行了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这话听在其他人耳里就像是高人一等，看不起他们一样。但实际上义勇只是打心里面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因为他不配成为水柱。在他的过去，有一位和他有着同样遭遇和年龄的好伙伴，他名为枪兔，也就是在后山曾经帮助过探长的那个人。在鬼杀队考核里，枪兔一人救下了山里所有人，但他却牺牲了。所以那一年除了枪兔，其他人都通过了考核。但在义勇眼里，自己是靠着枪兔的性命通过的考核，根本就不配成为水柱。在那一天，死的人就应该是自己。所以自从那一天起，义勇就一直不肯面对现实，活在愧疚和自责里。再加上本来就不擅长沟通，所以导致每一次一本正经的说话，在别人眼里都是嘲讽。结论，义勇一直被过去束缚，听起来像嘲讽别人的话，其实都是他的自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麒麟整理归纳的5点鬼灭小秘密，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问题，麒麟就做简单的回答了。为什么鬼王看到炭治郎不直接杀掉他？因为炭治郎带着原一的耳饰，令无惨产生了恐惧感。其次是他也不想在闹市暴露身份，这样就会引来鬼杀队。鬼杀队资金从哪儿来？那当然是产物夫家族雄厚的家底了。另外，鬼杀队也拯救了不少家族，例如刻有紫藤花的家族，这些人也会帮他们。炭治郎他爹是干啥的？师傅的脸长啥样？祢豆子何时成为我老婆？炭爹当然是烧炭的，师傅的脸估摸着长这样吧。祢豆子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而是大家的。到底是火之神神乐还是神乐？这点真的令我很头疼。之前的视频里还有人为此在吵架，实际上呢，这两个音都可以念。但如果硬要严格上来讲，那就是神乐了，因为神乐这词在日本是有故事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了解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，或者视频里讲解有误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麒麟哦。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，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，便能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。最后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别忘了1键3连哦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